大家好，我是不二飞。最近几个月我都在深圳旅居，你们是不是没有听说过谁会跑到深圳来旅居的？对的，你没有听错啊，就是深圳，而且不但是深圳啊，还是宝安区。你们看一下，这就是我旅居的环境啊，一个深圳的工厂里。我想绝对不会有人和我一样吧，跑到这样的地方来旅居。说实话，这里的感受啊，实在是谈不上有多好啊，因为身边都是没日没夜的工作的人，然后我的节奏呢就变得非常奇怪了。今天我带大家来逛逛深圳的这个工厂啊，聊一聊深圳的工厂，然后呢，我也会把话题扩展一下，聊聊深圳的制造业和深圳的未来。先聊一下我为什么在深圳旅居吧。我有一个朋友呢，正好是这里一个工厂的老板，是非常好的那种朋友啊，因为我们很多年了认识。他这边有一个他自己有一个工厂，然后也有很大的办公室，还有宿舍。正巧呢都有空余出来，我就过来蹭一段时间。我之前呢也一直没有长期在深圳居住过啊。只是偶尔有时间过来看一下，有事儿办一下。老看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的性格的。我其实本身并不喜欢深圳。在我眼里这里和北京是一样的，都不适合正常人居住。那我就先带大家看看为什么我不喜欢这里吧。这是我住的这个工厂的外面的一个早餐摊啊。这种早餐摊呢，我感觉有那种老武汉人吃过早的感觉了。主打一个着急，而且老板比卖早餐的人还着急。因为8点以后呢，所有人都上班了。一天的收入呢，可能有一半就在这个半个小时里。这半个小时呢，就像打仗一样。菜包。来个牛奶一个多少钱？2个菜包1个紫薯，3个牛奶6块钱1瓶，一个粉丝是吧？好。对于买早餐的人来说呢，这就让吃早餐呢变成了一天战斗的开始。我想可能没有人会喜欢这样吃早餐吧。但没办法，深圳的工厂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还有我在这里的办公室里和他们一起办公。他们什么节奏呢？每天8点就上班了，然后厂区里8点就几乎见不到任何人了，因为所有人都已经在产线上了。然后呢，中午12点到1点半呢，有一个午饭休息时间。那有的人会在楼下抽烟就睡会儿。1点半呢到下午的5点半呢，会有一直工作直到5点半呢到6点半呢，又有一个晚饭时间。有的做文职工作的人可能就下班了。但是在产线上的人会一直工作到22点半。每天就是这样14个小时的节奏那深圳的工厂基本就是这样。其他的我不知道，也有可能有变化，但是我在这里就是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外面的小贩呢，这些卖吃的小贩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下班了，这些小贩就过来；他们上班了，这些小贩就走了。这还没有完我待的这个厂子这段时间其实事儿还挺多的，周六周日全都要来上班。这样的节奏呢，他们告诉我已经持续2个多月了。我就问我这个朋友这个是否可以持续呢？他说他们也没办法，就是客户就是他们的客户都给惯坏了客户只管要货那谁能干呢就给谁这活我不知道这些工人是怎么挺过来的。你要让我用这种节奏去工作呢，我可能都活不过1个月这个确实挺厉害的这中午了大家都出来吃饭。再打下去可能还有
给点剩给你，要是爱。那汤都是吃完再喝，你是？你要不要？我不要，我要吃完再喝。其实我问他们一些在厂子里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他们也有一些存款的，而且数量还不少啊，也不是说就几万块那种，只是这样的工作节奏，他们就几乎只剩下吃饭睡觉的时间了。反正消费啊，出去玩啊，什么买东西啊，我感觉都没有什么时间啊。你想周末都没有嘛，对吧？所以现在不是促销嘛？那其实这些工厂要是能遵守一下正常的工作时间，我想深圳的消费呢，可能是不是都会往上加几个百分点。好了，接着我们逛工厂，逛这附近的。我说这些呢，其实只是带大家看看现在工厂的现状啊。那深圳的 GDP 呢，还是中国非常高的，依然是前3。外贸出口呢，2024年依然排在第一啊。人口增速呢，也是2024年各大城市排第一，这个还是有不少人在往这里来跑的，因为还是有工作机会。2024年深圳的新能源产量呢，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呢，占比达到了22啊，变成全国的第一了。所以呢，深圳现在依然还是中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这就是深圳的一个工厂的普通的宿舍楼啊，然后住在这里面，差不多1个月交个几百块钱就可以了。反正我知道我的哥们儿那儿的，水电都是不用交的。然后一个厂子里有那么一些人就住在这，中午可以回来睡觉，离厂子非常近啊，走路1分钟、2分钟就到了。这里面条件啊，说实话，你要自己不搭理的话，确实不太好，就是个屋子，还有一个厕所，做饭都没有，除非你自己愿意把它当家，然后规制一些家具啊什么的啊，这样的话你可能稍微可能。但我确实看到了很多问题啊，因为今天我主要来聊聊我看到的问题啊，不用我说啊，之前杭州6小龙对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是一个震撼。其实你们今天看到我的视频啊，就能感觉到深圳和杭州之间的差别了。我个人认为，深圳的所有的优势啊，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惯性了。之前呢，深圳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儿啊，就是算是什么 slogan 吧，就是时间就是金钱。那现在呢，我觉得深圳依然还保持着这种节奏，而且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但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节奏可能正被时代去抛弃。广东这边的电动车都差不多啊，就基本上你走的主路上，它是没有那个非机动车道的，很多地方。所以呢，这个路呢，就几乎你是跟电动车混在一起在这儿开，所有人都有一辆，就乱七八糟的，原来也不看灯。可能我觉得啊，就是广东这边的电动车确实是，所有的这个全国的电动车里最乱的吧。经常就是还有逆行，还有左边都走的最左道。现在想想北京的这个电动车，其实是非常规矩的。但我自己觉得，深圳这边就是谈不上什么生活质量，就是活着。真正的，特别是这些工厂这边的，就是一个活着的状态。而且我去吃饭呢，他们这个，因为这边湘菜馆特别多，呢，你要是来过这边就知道了，深圳这边的湘菜馆炒的已经，跟湖南菜没什么关系了，名字叫湘菜。其实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炒肉，什么什么什么炒肉，然后没有，就是一个能吃了熟了这个阶段。所以，当然可能市区里的
这边偏吧，真的是工厂，市区里的会好非常多啊，所以所有在工厂活着的人就是活着。还好这边的物价不算很高，因为大家收入都不高嘛。不过这边环境倒是没有之前那么糟糕了。你看这河道还算干净，以前的都是，谈不上都是水了，就是臭的。现在好很多了。我觉得深圳这几年还是为了这个打工人这个环境做了些事情，只不过路径依赖嘛，上班时间啊，包括本身这些打工的人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包括之前我来这边，你们看这条路啊，就是他还是修了一条什么慢跑路，这边谁在这跑步呢？这全是工厂的人，根本没有时间出来跑步。他们还是为环境做了一些，他们把这个电动车啊区隔开，但是电动车根本不看这边的这个路，就是瞎开。你们看我拍深圳宝安的这些工厂和工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时间就是金钱的最好印证嘛。深圳就是靠这个信念起家的，40年了，我认为都没有变过。但是我想有人质疑我了，深圳有华为啊，有比亚迪啊，有腾讯啊，这些公司当然代表深圳的成就了。但我觉得深圳的危机呢，也存在于这些公司中。我先说一句啊，真的不是我在唱衰深圳。我上面说了，深圳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功啊，凭借的就是深圳速度。这里啊，我只是替深圳未雨绸缪一下，因为各位啊，时代不同了。我还是拿我不喜欢的华为来说，这里如果有菊花粉呢，请赶紧关掉我的视频啊，因为对吧，这个难受了我可管不了。我觉得首先要回顾一下，为什么是时代造就了深圳。新世纪的头个10年啊，其实一直就是低端制造业成就了深圳。本质上呢，就是那时候中国的低端人口红利、疯狂加班模式成就了深圳，而华为其实也是在这样的模式下成就了自己的。我之前就做过视频啊，聊过华为模式其实就是加班模式。它的成功啊，是建立在利用中国人的性格特点、高激励、高工作时长上的。华为到现在为止啊，就没有做过什么破坏式的创新，而我认为华为这种模式也没有办法做出破坏式的创新。我之前就是做互联网产品工作的，如果谁有异议啊，当然可以评论区留言啊，咱们完全可以拿一期专门来聊这个事情。我就不在这一期里深入这个话题了。当然啊，你其实在深圳的各个行业里都能看出来这种华为的模式。老实说啊，这种模式就是在扰乱行业规则，可以说就是为了追求利益牺牲一切。1周7天，早9晚10是什么模式？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这就是深圳的特点。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杭州能有6小龙？游戏行业就不说了，深圳没有什么人才基础，那腾讯为什么孕育不出来 DeepSeek 呢？供应链如此齐全的深圳呢，为什么又没有语数呢？我的结论啊，就是深圳模式已经过时了。我在深圳这几天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深圳会让你觉得死气沉沉的。就不说这工作时长了，很多方面都会让我觉得这里不是一个会让你觉得住着舒服的地方。就拿我在深圳开车来说，深圳的道路设计和管理几乎是我去过所有的1线或者是新1线城市最差的。道路的宽窄呢，几乎就没有什么规矩，你在深圳开车只会感到极其不舒服。线路的规划非常乱，稍不注意就走错。快速路的限速60、40是经常的事儿，效率非常低。你在高峰期看一下导航软件，车祸的图标啊，几乎就是满屏幕都是，这远超我在北京或者别的城市的数量。按理说，一个追求效率的城市不应该是这样的。还有啊，深圳按理说应该是最开放包容的城市。我因为朋友开车啊被罚了几分，就跑到交通队去罚款。那里的人的态度啊，别说和江浙沪去相比，连北京的行政服务人员都比深圳好。
我就奇怪了，深圳不是一个南方城市吗？怎么也这样了？我现在在深圳宝安这边看了一下这里的房价，宝安的沙井已经快出深圳到东莞了，而且这里全都是工厂，基本谈不上什么生活环境，居然还是要4万的均价。除了现在这些工厂里的人还有这些老板我真不知道有谁会在这个地方买房子。你随便跑到一个新一线城市，物价环境都比深圳好，房子都比这里便宜。你说你要是个正经大学的毕业生找工作，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深圳。深圳工资很高吗？深圳的优势在哪儿呢？好了，说这么多只是我觉得深圳的模式需要改变一下。过去中国的人口红利来自于中国有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中国的工厂才能保证源源不断的生产力。而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中国现在依然是有巨大人口红利的，只不过这个红利呢，由原来的农民工变成了大学生。从2008年开始每年毕业生的数量都保持在500万以上。2022年开始每年都保持1000万的本科生人数进入就业市场。现在处于20到45岁之间的高学历人才总数是5000到7000万。这些人对于工作岗位和生活环境的诉求，肯定和之前进城打工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创造力和价值也是不一样的。未来哪个城市呢，能够提供与之对应的就业需求和生活需求，才是城市发展决定性因素。为什么现在杭州、成都这样的城市那么吸引年轻人，包括一些创业公司？这就是这种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杭州有良好的就业服务、营商环境、城市管理，最重要的，杭州还有漂亮的生活环境这里可以是一个人成为家的地方呀。成都的优势我就不反反复复的去唠叨了，你们翻看我之前成都的视频就好了。其实现在关于年轻人对于生活和工作的诉求我觉得和我们那代人已经非常不一样了。他们不只是为了有份工作能够挣钱买房子这么简单，很多人还停留在过去的思维里，就觉得光挣钱，不管其个人尊严、生活、家庭诉求就能留住一个人。年轻人现在诉求变得非常立体了。关于年轻人这个话题我觉得以后也可以单开一个视频去聊深圳3月份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去促进新兴行业的发展，但我想这其实远远不够。广东早在2008年就提出了腾笼换鸟的计划了，效果是确实有一些，不然深圳现在也不会是高端制造业的中心但我想说的其实很简单，深圳需要认清一个现实，过去时间就是金钱的那套理论已经不适用现在了。未来是一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快速普及的时代，这绝对会对整个制造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对于人才需求也会有重大变化。这绝不是发几个政策这么简单。深圳需要慢下来，是需要让这里的人真正觉得这个城市是自己可以依赖的家，而不是一个挣钱了就走的地方。这些高级的人才才能真正的留在深圳。好了，我是博尔飞。四川烧腊，四川有烧腊吗？